郑丽文从美国回来哈，有人传了说他去看访问美国官员，这个层级降了3级了。郑丽文说：“我本来就没有期待在华盛顿用破天荒的规格来接待我啊，我有讲过吗？哦，那另外呢，这个外国媒体说了，这个访美国呢，这个闯国会啊，把会议内容泄露了。郑丽文说，美国国务院都不知道我泄露什么秘密啊啊。那另外呢，被批评说降格。那联合报是说，赖清德坐困愁城，外交哪个地方都不能突破，也不能过进美国国内，有什么好去笑郑丽文的啊？那日经是说呢，郑丽文此行暴露国民党对美沟通管道是薄弱的哈，很难说服华府跟美国的这个民众了哈。那么另外对11月的台湾的地方选举呢，可能也蒙上阴影。郑丽文说，这个当然今天王浅秋访问他，这个王浅秋问他说，有人说你2028是不是要选总统了？哦，他说要想的事情太多了，哦，没有了，哦。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说，侨界很多人把他跟国父做联想，因为孙中山先生那个时候鼓吹革命，就是到海外啊，华侨，所以我们常常讲华侨是革命之母，哦，华侨出钱出力哈，那来，甚至很多还真的去回到中国去对抗满清都有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侨界对孙中山那个感情特别的这个深厚了哈。那所以呢，郑丽文说，侨界很多人都拿我跟国父做联想哦，所以因为我可以开创和平共赢的路线啊。那另外呢，这个川习会以后呢，美国媒体示警说，台湾对美国赌太大，就太靠美国了哈。那太靠美国呢，就不想哦，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跟大陆哦没有真的维持一个这个平衡的关系了哈。那没有想要自己解决两岸的关系，都靠美国，所以呢，这个也说不要再一味亲美啊，而且说赖清德也应该考虑接受九二共识，争取跟中国展开对话啊。那另外呢，学者也指出了哈，说呢，台湾领导者对于稳定两岸意兴阑珊啊，两岸之间本来稳定是台湾很大的责任嘛，跟两岸之间如果处得好，美国其实也很难介入。但你现在就两岸之间搞不好一味去这个跟美国啊，想要靠美国，那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看一下。立文的主张会不会太过天真了呢？主动破题，被外媒点名过度天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为期2周的访美行，一次回应所有质疑。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切都有路径图。跟美方人士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有主动提起说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有形容他的手软如云朵呢？这个是私下谈话的时候谈到的，我就不再提了。当然，很多人很好奇，因为我跟习总书记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些印象，包括跟他握手是什么感觉啊，等等的。美方这件人士透露说，您许多访问不是直接提出会面请求，而是用欺瞒手段来获取见面机会，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谢谢一路自由时报的陪伴。然后呢，我们实际发生的事情也都刚好跟自由时报的报道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一切都是不实指控，进了哪些官方高层不能说，但收获比原本郑丽文的预期还要多。分数留给大家去打啦，自己给自己打分数就不必要了哈。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来，佩君。我想，这个民进党政府这一段时间，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几乎对美国可以说是予取予求。但是有没有换到他们心目中想要交换的东西，或者让台湾人多数觉得安全稳定的交易筹码，看起来是没有。那这个不是这个只有在野党注意到这件事情，很多外媒也都观察到这个现象。那我觉得民进党最糟糕的是，当在野党提醒他必须要面对，或者是这些他所不敢直视的问题的时候，那他只会用一个解法，就说这是在野在唱衰，可是无助于他去破解现在最大的这个难题哦。那我认为学者的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双边贸易上，还有在这个地方的安全承诺上面，等于是被美国政府吃得死死的。那可是刚刚这个赵大哥也有讲嘛，学者就说，可是他们观察到，对台湾执政者其实对两岸稳定是意兴阑珊的，可是在科技
跟涉外的大局上面，可以说就是对美的空白授权。那这是非常冒风险的一件事情哦。那民进党在对外外交，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很习惯把外交私产化，也就是说，对外只要有任何的成果都是这个民进党英明神武。那只要有任何的挫折，都是在野党在唱衰，所以害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施展拳脚。那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希望塑造出说，民进党是这个对美的唯一代言人。在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只有民进党跟他的党羽们、他的朋友们可以跟美国说上话，其他呢，只要对上话的，他就会从这个根本上面去挑毛病。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黄国昌主席到美国去，或者是郑丽文主席到美国去，他们的起手式就是开始对你要拜访的单位、拜访的对象品头论足啊，最好这个降低对方的规格，把对方讲得一文不值，然后对你要去谈的议题，他们也都觉得这个都是小事，这样。那最后就是希望达成刚刚讲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对美国能够对上话的只有民进党，他要巩固这个形象。可是这个是经不起考验的。那我想这一次郑主席到美国去，从拜访的单位到见的对象，甚至数量，都是民进党反复拿来用放大镜检视的。那最后最有趣的就是这个他去了华府的 AIT 在华府的总部，那进到里面去之后，当然里面有这个，我也是看报道才知道说原来里面有视讯会议设备，有很多保密专线，可以去跟这个相对应的单位去做沟通。那当然这个细部的会议内容外界不得所而知啊。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说，去突破民进党在外交上面长期以来的一种垄断，然后必须要跟美国政府很明确，或者是智库很明确的传达在野党的声音，不是只有民进党的那个形状，就是我们国人的意见。其实，在台湾还有更多不同的声音跟管道必须要去传递。那我觉得郑主席访美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突破民进党的外交垄断。那当然，限于这个外交的体制或者国际上的惯例，不可能有太多的这个破格的。或者是太让人出乎意料的成绩，坦白讲是，所以郑主席其实也很务实，跟大家讲说，我并没有追求一个破天荒的规格接见，但是他见了该见的人，然后他说了想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在野党现在非常务实的对美态度。我是觉得这个郑丽文去这个就是到底在国务院的官员层级见了谁？你说重不重要？我觉得重要。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他见了谁所以呢，现在大部分人说呢，降了3级的都是真的，就是所谓绿媒说的。所以绿媒说的话，你相不相信？坦白讲，你真要问我也不太相信。那其他的媒体报道的话，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的讯息，我也不知道。所以呢，现在要去 comment 说呢，到底呢，这个郑丽文见的成绩高，还是卢秀燕见的成绩高，还是过去谁见的成绩高，真的很难去评论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实上是重要，但是我们无从去评论起。但反过来说的话呢，你反而要去问说，绿媒也好，民进党政府也好，不断的要去唱衰在野党的政治人物去美国见到了更低的成绩，一个比一个更低。到底所谓何来？它不就是代表国家吗？今天如果说你民进党过境根本连过境都没办法，或者你过境见不到主要的一些官员的话，今天在野党可以见到代表中华民国的利益去跟他做一些意见交换，有什么不好呢？你今天川普可以去跟中国打交道，今天谁跟那个习近平比较好？川普跟习近平比较好啊，谁跟习近平之间签了这个稳定的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是川普啊，不是郑丽文啊。为什么你可以去跟中国好，那欧洲也可以去跟中国好？为什么台湾就没有办法能够跟对岸之间进行交流呢？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他这个态度是非常的矛盾的嘛，就是今天我可以决定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要跟中国交好，因为我的国家利益所需求，但你这个台湾你是小老弟，你就不准。除非我跟你说可以，你才可以。除非我跟你说你要当棋子，你要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不好，我都要听我的话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台湾其实在这个角度上，你真的要一味是去接受拿美国的目光去challenge 或者去评价我们的在野党领袖吗？你不要回过头来看看台湾到底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刚才这个嘉瑜有讲到说，我们跟这个美国之间 AI 的部分，事实上是要证明我们没有独占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产业链。我们哪有独占？也只有美国说我们独占啊，也只有美国说我们偷他们的东西啊。我们跟所有全世界都是好好的、正大光明的打交道。他们需要我们的晶片，我们买好的不得了的晶片，这有什么不对呢？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是美国在说，而且美国说的话也只有台湾真的把它当作一回事，那么的俯首称臣，那么的言听计从。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觉得真的要去想这件事情的，实际上是民进党政府。这样子，我觉得这次到美国访问，对郑丽文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因为毕竟他虽然当过2届的立委也在政府部门服务过，可是他是缺乏跟外界、跟外国
特别跟美国打交道经验，他是很缺乏的哦。所以我觉得去走一趟，对他跟对国民党都是一件好事啦。而且我也不认为说他去了就这一趟，下一趟他就不会去了。我也不认为这一趟去的时候，可能美方对他很有意见，下一趟去美国就对他就会还是依然有成见，也未必。但是我平心而论，我认为有些事他是的确需要去更深入的去自我做一个反省啊。第二个，他的参谋作业做得够不够？我认为他的参谋作业没有做得很好。他对美国的了解本身，从这次来看是有限的。他不太了解美国的政治文化是什么。你只是想一件事来讲，就是说，你现在到美国去，那你谈那么多，你跟习近平打交道的事情，是合适的吗？美国人会怎么想？美国现在的社会的主流是反共、反中共的。你去讲说，我如果没有政协会，我就只是一个阳春主席，好，根本就无足轻重。你还说，先到北京是为了确定一件事，和平是确实存在的选项，必须取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诚意跟善意，来到美国才有不一样意义。对美国在官僚集团的这些官员来讲，尤其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们那种长久以来的这种骄傲来讲，你是挟习近平来令美国吗？你是要带着你跟习近平见面的光环来叫我们美国人对有所妥协、有所让步吗？所以这个会是一个真的是就是说不够，他讲这个话不够 diplomatic， 不是那样的柔软，不是那样的婉转，不是那样的完善啊。另外，他去批评第二岛链，第二岛链基本上这个概念啊，你如果用韩战开始算，1950年开始算，到今年整整76年，历经了15位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放弃所谓第一岛链的战略构想的。那你现在去批评他的第一岛链，你说这个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应该转变为和平繁荣之链。你到了美国，你到了华府，你还讲过你想要见川普，啊，你现在讲这样的话去批评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冷战的思维，你认为美国那些战略设计者、那些的学者们、那些国务院、国安会的，还有国防部的那些官员们，他们作何感想？我心里有个想法哦，我认为美国战争部刚刚香炉一开始讲了，把所谓的印太司令部改为太平洋司令部，我认为是某种程度是呼应这个，是回应啊这个曾丽文的讲法啊。您讲这样是不是？那我告诉你，我就叫太平洋这个司令部啊，而且它里面讲了很多都历史啊什么什么。就某点来讲，他好像在复印了郑丽文；在某点来讲，他是批判了郑丽文。就是说你认为这是个冷战的思维吗？我认为现在更是最重要，就是东亚跟东南亚、印度洋其实是没有那么重要了。美国未来就是要集中力量在第一岛链，要封住中国大陆。所以你这里我去讲这个话，跟美国现在的主流的战略的构想是违背的。你当然就不会讨喜。不过我再说回来，就是说。每个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每天360天都表现很好了。郑丽文如果这次去了，谦虚一点，能够自我检讨，而且好好找一些专家们聊一聊。国民党是主政了这么久，对于美国国民党的人才学者比民进党多了。我希望郑丽文去网罗他们，好好请教，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他们有一些新的构想、新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继续下再回来。好，那么为了加强本土国防，郑丽文说要提一个党版的无人机产业的一个党版那郑丽文认为这个又有人跟他建议了，是不是国民党自己提一个特别条例？郑丽文说这是很好的建议，而且希望能够美国直接沟通那另外呢，经济部长说现在呢非红供应链给台湾很大的机会然后希望国民党提的这个无人机预算的版本是真的不是嘴巴讲讲，真的提这一个版本那庄瑞雄就酸说，郑丽文访美国最大的成果是他的态度转变了现在居然要研拟无人机法案
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还喊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喊了3次啊，说呢，行政院今天院会就通过了2100亿无人机特别条例的一个这个法案啊，那就要送到立法院来了哈。那我想也可以并案嘛，到时候国民党也可以提啊，行政院也有啊，大家并案审查就是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的2100亿无人机的特别条例呢，有滨海监测、攻击无人机、自杀无人艇，哦，有这几种啊，滨海侦测、滨海攻击、小型自杀无人艇啊。那另外呢，这个说要采购21万架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加起来，行政院说国民党应该理解它的急迫性，应该呢大家一起来支持啊。那另外呢，国防部说将来要大量采购长单布局，因应未来的战场，因为现在战场上看起来呢，无人机、无人艇呢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看一下。有关于本土国防产业制造的部分，尤其最近大家在讨论无人机的部分，有美国智库的专家也很诚恳的建议说，那国民党也应该要提出我们的版本。我刚刚说了，我们是在野党，在没有真正的来自于国防部的相关的我们所需要的，不管是数字也好，资料也好，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提出我们的版本？现在民进党各位媒体已经很熟悉，我也不想再多花篇幅去做解释了。它是违反了很多基本立法的原则，更不要讲已经有相关的很多的弊案甚嚣尘上。本来我们在野党的态度是不应该越俎代庖，因为我们一提，马上你可以想见，民进党一定反对，民进党国防部一定攻击跟批评。所以我的确有提出来我们的困境，我们希望国民党也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梁美玲。我们没有什么态度转变这件事情哦，就是说对于支持国防哦，我想我们国民党以及我们立院的党团，大家一向都是支持的。只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哦，那只要我们去认真监督预算，各项预算都是。那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这个国防预算，我们认真监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哦大量的抹黑抹红。那么同时什么网军啦、侧翼啦、这个青鸟满天飞，只要我们严格监督国防预算。就来了啊！但我必须要讲说，国防预算我们是一定支持的。可是呢，我们不能够让它去腐烂编列，我们也不可以让它就是弊案重生哦。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谈到这个无人机啊哈，那又要做这个相关的特别预算。我们要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哦，其实国人对于只要谈到特别预算这4个字，现在多半产生很多的不信任感了。因为过去有很多其实可以编列在公务预算当中的那个执政党不编，那都要用特别预算。那特别预算呢，往往又衍生出很多的这些问题来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支持国防、支持无人机产业，我们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但是呢，有一项态度也绝对不会变，就是我们一定要严格监督哦。那所有的这些这个编列啦、采购啦，我觉得它都一定是要公开透明啦。特别是不管是公开透明的资讯，甚至排除绿油油的上下其手，那我们严格监督，我想这些都不会因为大量的这些抹黑、抹红或者攻击而有所转变。那当然，今天这2100亿哦，我觉得将来这送到立法院来后，我们当然一定会强力的监督。因为绝对不可能让它再变成这个大家共同要来买单、很有争议的一笔预算哦。那刚刚谈到说，现在新形态的这个战争当中，当然无人机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哦。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嘛，不管是这个无人机啦、AI 啦，或者是这个卫星电子作战等等，已经成为这个现代战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向或者工具了哦。所以呢，我们从来就不会反对，那当然是支持哦。那我想，郑丽云主席提到说，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版本，我觉得很好哦，就是说我们不管这个版本从这个中央党部，然后我们的智库党团，大家会演绎出来一个最好的版本。那将来我想，跟这个行政院版本来并案审查，我觉得都可以方式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每一分钱，我觉得我们都要详细监督。玉芳兄，这无人机的问题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如果说一味的跟美国采购，我是非常有意见的。所以民进党说现在海鲲号做出来了。他们觉得是他们推动前天国造，前天国造的决议文是我提的、啊，我是第一个领先的，是我起草的啊。我们本来就赞成，国民党一直都赞成国防工业要本土化。各位知道，去年1年我们的无人机的外销多少？跟零件还有整机外销是30亿台币，今年第一季而已，今年第一季已经35亿台币了。所以，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台湾有非常非常好的条件。你看，讲光学，无人机那个镜头非常重要，它看得稳，抓得紧。大立光的光学的仪器，
你说它的这个镜头，不管在手机或者是车载系统上面的镜头，在全世界都是前几名的啊。所以，譬如这里面还有用到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的东西，譬如说 PCB 印刷这个电路板的问题，还有这个所谓的锂电池这些东西，我们台湾都有很好的这个条件啊。还有这个电动引擎，我们也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们台湾有发展的很好的条件。现在要检讨，第二是国防部，你不管是对内采购，还是开放给外国厂商来投标，你的对这样的一个条件、投标的条件、对厂商的条件的要求，你高不高？人家以前不是在骂吗？卖鸡蛋的明天就变成采购这个什么口罩啊，还有其他的什么啊，跟这个新冠疫苗有关的那些疫苗的这个事情。所以你现在对于要投标的厂商，国内厂商、国外厂商都是一样，你有没有要求它的工厂的规模？它到目前为止，它的产品、它的人才、它的资金，你有没有好好去要求？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就反对说，那干脆跟美国买好了，不要在国内做？就是担心你民进党在很多例子里面所显示的那种政商之间的那种关系，让人家没有办法相信说，台湾国防部，尤其国防部，你开放无人机在国内这个来生产的话，会有很好的效果。你看现在连乌克兰哦，都要跟台湾大量的采购无人机的那些相关的零件哦。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卖出去的国家，像捷克、像波兰，甚至德国，都不是一般的很落伍的这种国家，尤其是德国。所以台湾是有很好的条件，我只希望国防部要用功的来协助这些厂商啊。所谓协助他们，就是说你提出的要求要很明确，你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我刚刚再强调一次，你要好好的挑选商人，不是阿狗阿猫都可以来参加所谓的造无人机的这个行列的。譬如像汉翔，他们都有基础啊，你就好好去协助他们了。接下来再回来。